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此人驾到的你不知道三国系列，我是主持人叉叉 Y， 我是金老师。好的，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。我们这一集的内容要来聊聊的是《三国》这个电视剧的第23集。这一集呢是延续上一集的话题哦。曹操在击败刘备之后呢，三兄弟就四散各地。那排行第2的关羽呢，在被曹操包围之后呢，迫于无奈啊，就投降了曹操。那这个是《三国演义》当中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场面，叫做关云长降曹约3事哦。那到底是约哪3件事情呢？电视剧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描述跟演绎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好好聚焦在关羽这个人，以及关羽降曹的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哦。好，刚好提到是约3事，是哪3事呢？《三国演义》是演到说，关羽一开始看到刘备败亡了，不知所踪。其实他一开始是不肯投降的，可是曹操又很喜欢关羽，所以呢，他就派了跟关羽有交情的张辽。这其实是小说笔法，因为当初张辽之所以可以活下来，是关羽去求情所以有点像是以前你帮过我，现在换我张辽来帮你，而且我们有点关系，所以当这个中间人其实是比较合适的。当时张辽听到关羽说我坚决不投降，甚至我直接战死我都没有遗憾，张辽就立刻就讲说，你这样子就犯了3个罪过。关羽一听就很懵，说我这么忠义，我为了大哥而死战到底，我有什么罪过？三国演义的原文是这样子的，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，视同生死。今使君方败，而兄即战死。倘使君复出，欲求兄相助，而不可复得，岂不负当年之盟誓乎？其罪亦也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们当初不是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吗？你大哥又没死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就死了，以后你大哥要找你找不到你，那他有多伤心啊？你又违背了桃园誓言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你的第1个罪过。那什么是第2个罪过呢？刘使君以家眷托付于兄，兄今战死，二夫人无所依赖，父却使君依托之重，其罪2也。关羽，你要搞清楚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旁边还有什么人？刘备的夫人啊，你死了，刘备的夫人难道能够活得下去吗？所以你一个人死，害刘备全家死，这是你的第2个罪过。那什么是第3个罪过呢？兄武艺超群，兼通经史，不思共使君匡扶汉室，徒欲赴汤蹈火，以成匹夫之勇，安得为义？其罪3也。什么意思？你这么有才华，不想着匡扶天下，只想着一时的匹夫之勇去送死，你这样好意思吗？真是不懂得保护你自己。关羽听完之后就觉得说，哇塞，他讲的好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对，所以后来就说好，那我愿意投降。于是就出现了我们看到不管是小说还是电视剧，关羽最终投降曹操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以上这些东西都是很棒的小说。言下之意就是史实根本没有写咯。我们来看历史是怎么说的。建安5年，曹公东征，先主奔袁绍，曹公擒于以归，拜为偏将军，礼之甚厚。什么意思？是说当初曹操去攻打刘备，刘备跑了，曹操就把关羽抓了，结束，而且还善待他嘛，给他一个叫做偏将军的封号。可是没有像小说说的这么多还派个张辽过去说，你有哪边有问题啊，所以你必须得投降啊，就一句话简单交代，甚至都不清楚关羽他是不是主动投降，还是他是战败被迫投降，因为他只有写曹公擒于以归。那我这边就要反问一下叉叉 Y， 不是都说关公嘛，或者说关羽嘛，忠义盖世，你觉得这个曾经投降过曹操的关羽，他配得上忠义这2个字吗？这个我相信这个是非常有争议的点但是呢，按照我现在这个年纪，跟我曾经受过这个社会的毒打之后呢，我觉得换老板而已嘛，是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好，你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想想看，关羽他后来变为神话，在《三国演义》当中，甚至都不称他为关羽，就叫关公，或是我们后来会称关公叫做武圣嘛。对啊，文圣人孔子，武
圣人关羽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搞清楚哦，关羽他并不是全中国有史以来最会打胜仗的将军啊，那你凭什么成为武圣？那只要赋予他一个道德上的优势，就是够忠义。那你既然要够忠义，你不是应该忠于其中一个主君而已吗？你怎么突然中间就跑去为曹操效力啊？为什么？虽然说你后来有回归在刘备的麾下，但你要解释啊。那你中间怎么就突然就转换跑道了呢？这其实在传统观念当中是很难调和的。于是《三国演义》就要在这边帮他加戏了，因为在《三国演义》的元明那个时代，关羽信仰是已经形成了。是。好，要怎么帮他解套呢？答案就是赋予关羽不得不降曹的正当原因，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，就是第一个，你有桃园三结义，注意历史上可没有说桃园三结义这件事情，先帮你加个桃园三结义的 buff。再第二个，你死一个人，刘备的夫人也得陪葬啊，所以说到底，要不是为了大哥的家人，我根本不想投降曹操啊。是。好，在第三个，注意到张辽超级会上价值的，就是说你应该要匡扶汉室啊，你怎么可以这个时候就死呢？你要死了，你对不起国家，你对不起大哥，你对不起大哥的家庭，总之你这个人就是有问题。超级会道德绑架的哈。那面对这个道德绑架，关羽要如何解脱这个困境呢？小说后来也给出了答案，就是说，好，我愿意投降曹操，但是我有3个条件。这3个条件后来透过张辽转述给曹操的时候，曹操还没听到是哪3个条件，就是说为了得到云长，不要讲3个条件了，好，30个条件我也 OK。来说一下是哪3个条件呢？关羽的第一个条件，一者吾与皇叔射士共扶汉室，吾今只降汉地，不降曹操。这是著名的降汉不降曹。对啊，你张辽不是说我要匡扶汉室吗？注意哦，我是投降曹操的顶头上司汉献帝，才不是投降那个曹操。先为我自己的忠义来解套一下。曹操就说 OK 啊，投降汉室不是等于投降我吗？ OK 啊，都一样哈。是。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？我2位嫂嫂，你要给他们俸禄，而且是我大哥曾经担任过什么豫州牧、什么汉室宗亲，这些俸禄都要给我2位嫂嫂。而且我们在你曹操这边住的时候，不许有人来骚扰。不知道这个不许有人是不是也包含曹操在内？因为毕竟曹操爱人妻啊。对。好，那曹操回答是OK 啊，为了得到云长多少钱我都愿意，才只是小俸禄而已嘛，对不对？第3个条件是什么呢？如果以后我知道我大哥在哪边，二话不说立刻去找他，也就是你暂时得到我的人，但你不可能永远得到我。那曹操当时一听就说只能暂时哦，这个充值大礼包也给的太没有诚意了吧？是啊，这还有现实啊。对啊，当然那个张辽就说哎呀，很简单嘛，你不要让他知道刘备的下落不就得了，或者是说就算知道刘备的下落，你把刘备给挂掉啊，那也等同于没有下落啦，对不对？曹操一听觉得说有道理，好，3个条件我都答应了。所以有没有注意到，在《三国演义》的生花妙笔之下，关羽完全维护住他的忠义的个性。他为什么要投降曹操？因为我要保护大哥的家人。我为什么要投降曹操？其实我根本不是投降曹操，我是投降汉室，甚至我只是被逼于无奈，我心中永远都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大哥。罗贯中的生花妙笔真的很厉害，如果大家只是要追求个娱乐，大家很容易就觉得说哇，这完全跟我们平常教导的那个忠义的关羽是不违背的。所以即便《三国演义》是小说，但是我还是真心的认为它是一部很棒的历史小说。好，那我们回到电视剧本身哦。那剧情演到后半段呢，就登场了2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就是孙策跟周瑜啊。他们在一次打猎的过程当中呢，巧遇了江东的2个非常著名的美女，就是大乔、小乔，也就是后来的孙策的老婆跟周瑜的老婆嘛。故事讲到这边呢，那个气氛非常的浪漫啊。是，那不知道金老师看到这段故事的编排上面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如同你所说的，的确画面上来看很浪漫，英雄巧遇美人，是。后来2队又走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多漂亮的一个浪漫故事啊！但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历史其实一点都不浪漫。我现在说一下孙策跟周瑜他们2个人，尤其来提一下他们2个人的外表。孙策这个人是个帅哥，《三国志》这么形容他：策为人，美姿颜，好笑语。什么意思？孙策这个人
帅哥，甚至从美姿颜来看，我们还可以超译成为所谓的花美男。而且呢，他不只是个花美男，好笑于什么意思？讲话很幽默，有的时候还会习惯性跟别人开玩笑，也就是他是个幽默的帅哥。哇哦，很不错的一个形象嘛，对不对？那周瑜这个人呢，长壮有姿貌，注意哦，虽然说我们现在都会说美周郎，但是从长壮有姿貌，意思是说这个人其实长得颇为壮硕。因为周瑜他其实大部分时间他是个武将，你就想看嘛，你常常出入战场，那你一定常常会运动，所以他的体格通常也不会太差。当然有姿貌，意思说他是个运动健将般的帅哥。总之这两个人都是帅哥啦，那是不是嫁给这两个人就很有福气呢？不好意思，他们真正遇到二乔的当下是什么样的场景？三国志是这么记录的：策欲取荆州，以虞为中护军，领导江夏太守，从公宛拔之，识得乔公二女，皆国色也。策自纳大乔，虞纳小乔。什么意思？孙策后来打算去攻打荆州，在攻打荆州的路途上，就获得了乔公的2个女儿。注意哦，孙策遇到所谓的二乔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？是他带兵出外征伐，所以第一个不像是电视剧演的，就是去打猎的过程当中巧遇。对对对。在第二个，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遇到二乔呢？他其实是在攻打的路上，极有可能就是路过当地的有利人士，然后就可能说，听说你女人很漂亮啊，叫出来看看啊，哇，果然长得不错不如就给我了吧。所以说好听一点叫做英雄巧遇美人，说难听一点其实就是强抢民女。你说乔公可能不答应吗？当然不能不答应啊。你说带兵攻打荆州啊，我那个最怕的就是战火波及到我们的家族。现在就是如果把2个女儿送出去，就可以解决这一批军阀的部队啊。女儿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但是为了家族，不好意思，你得忍。所以有没有注意到史书的字眼是很精确，叫做策自纳大乔，不是明媒正娶啦。他自己把他纳入他家的。对对对，更像是所谓的强抢民女嘛，不是什么明媒正娶啊，风光大婚啊。其实是一种强迫的行为。那虞纳小乔就是我要了姐姐，好兄弟哥们，亲上加亲啊，你就把妹妹也给娶过去了吧。所以这才是真实版本的孙策与周瑜还有二乔之间的婚姻关系。电视剧它大概是为了收视率吧，还是说为了接触更年轻一辈的观众吧所加出来的设定。而且就按历史上的孙策，他真的是被什么情深吸引啊，哇，看到2个女人很漂亮啊，你不能改变史书告诉你说自纳大乔，就是他不是什么风光的一件事情。尤其我要说一件更可怜的事实，就是孙策在这次征伐荆州活动后的1年他就过世了。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大乔很快就守寡了吗？没有错，所以这个婚姻一点都不幸福。那你说大乔的老公那么快过世了，那小乔的老公呢？答案是周瑜跟小乔大概有在相处10多年的时间，不过周瑜过世的也很早，所以小乔他其实也可能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寡妇。更重要的是，《三国志》有关周瑜的传记当中是有写到说，周瑜他有儿子。那如果真的是小乔帮周瑜生下来的儿子的话，他一定会记载，比方说什么2人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，但是史书是记载说周瑜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，很有可能代表周瑜跟小乔也不一定相处得很恩爱，2人可能连后代都没有诞生，而且小乔可能在周家的地位也一点都不重要。因为我有说过，这基本上实际行为就是强抢民女嘛。你会把强抢的民女来当做你明媒正娶唯一一个正室吗？他可能在周家当中，他顶多就是一个受到宠爱的小妾，最多就做到这个样子，而且他可能跟周瑜甚至没有后代。说到这边，你有没有觉得这2段婚姻感觉怎么样？这结局好像没有说像电视剧演的那么浪漫啊。所以啦，我才会说历史有很多时候它是非常非常残酷的，尤其你要在古代那个重男
轻女非常非常严重的年代。你看重男轻女到什么地步？男的有名有姓，女的都只有姓没有名字，还有女生不好意思，你只是作为家族的一个产业之一而已。你最好的命运是什么？最好的命运就是强强联手，门当户对，嫁到一个好人家去。那不好的命运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二乔的命运也不能算太差。为什么？因为如同刚刚前面所说的，牺牲2个女儿换得全家的太平，总比你全家死光光好啊。因为你有可能是在本来比如说啊，你是个地方望族，结果因为战火无情，真的你就家破人亡。古代女性要是没有家族的庇荫，要是没有男人的照顾，在那个时代的情况下，基本上也跟死亡是差不了多少了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啦。我们聊了有关于关羽降曹以及二乔登场的故事啦。那感觉有点扫大家的兴啊。对啊。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一点，电视剧或是小说呢，它其实都是以娱乐取向为主嘛。所以其实我们看得开心啊，也就够了嘛。那也不知道大家在听完我们这个故事跟详解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。你不知道三国系列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Thank you.